的一态又来了。明星作为高收入、高曝光度的人群，地位十分之高。然而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受万人追捧的明星也有自己的执着，那就是装逼。但这事儿是个技术活，一个不留神就翻车了。今天咱们就来盘点一下那些明星装逼失败的惨痛经历。最先登场的就是行走在时尚前沿的孟佳。大家应该还记得这张牺牲了很多脑细胞的封面图吧？够不够性感？够不够火辣？这边还没过完眼瘾，那边评论区就翻车了。来还原一下由一张图引发的反转打脸事件。孟佳在网上宣传新专辑，还特地强调封面图是自己牺牲了很多脑细胞想出来的。网友们一看，好家伙，又辣又性感，纷纷夸赞。结果没多久就有一张近乎相似的外模图放出，从构图到造型几乎一模一样，完全可以抄袭盖章了。更尴尬的是，孟佳已经把这张图当作社交账号的头像了，不知道被抓包的他心理阴影面积得有多大。下一位登场的比起他有过之而无不及，那就是张爱玲文学10级爱好者马思纯，时不时带着偶像的经典作品刷屏，偶尔再来篇观后感，文艺气息飙升。But 车速太快，难免会出事儿。这不，问题来了，他发表一篇关于张爱玲早期作品《沉香屑》第一炉香的观后感，某大 V 直接评论了一条痛心疾首的于是读者粉丝和演员粉丝就此展开了一场激烈的争论。站马思纯的网友认为，1000个读者就有1000个哈姆雷特，对于本书有不同见解很正常，没有人能剥夺我们发言的权利。而站烟公司的网友则认为，就算见解再不同，也不能把哈姆雷特理解成哈利波特吧。接着张迷客厅投出最后一颗炸弹，少看假张爱玲语录，多读原著，直系宣布接演新角色好消息，少发随感。这已经不是马思纯第一次装文艺翻车了，网友们扒出了他2011年和2015年发布的2条伪张爱玲语录，文艺知性少女的定位直接垮掉。不管后期他的态度有多谦虚，伪文艺的帽子是没跑了。像他这样装文化翻车的明星其实不少，而翻车翻得最直接的当属老干部靳东。凭借《伪装者》和《琅琊榜》，39岁的靳东正式走到我们面前。因其禁欲的气质和老一派严肃又略带可爱的性格，他被粉丝们给予了老干部的称号。可这人设还没维持2年，就活生生被自己给作没了。先是社交平台内容被扒出来东拼西凑，随后又被网友发现各种错别字。最令人啧舌的还得数诺贝尔数学奖这一说。问题是别人诺贝尔根本没有数学奖啊，而他和李健一同主持的人大会谈更是史诗级的翻车现场，当众 diss 母校，任凭李健怎么拉都拉不回来。中央戏剧学院是中国最小的一所大学。可能意识到自己装逼有点过头，打算找补2句，但一开口又是一个雷。我的经纪人杨小姐，她就是你们人民大学毕业，她在人民大学上了4年大学，最后呢成为了我的经纪人。这神仙来了也救不回啊！接下来这位也是学历的锅，他就是贾博士翟天临，凭借一己之力将国内的学术论文查重率降了一番，每到毕业季被各路毕业生鞭尸。要知道翟天临此前可是一直立着学霸人设，还在采访中称自己高考的时候即使数学只考了19分，但是总分还是超过了一本线，原因就是因为他太优秀了。我小三门能力非常强，小三门基本上干不了。可这么优秀的翟博士却在直播中因为一句知网是什么东西翻车了。作为北影的博士，动不动就要立着自己演技好学历高的人设，却不知道论文必备的知网是什么，这可太荒唐了。一时激起千层浪，随着群众的热议愈演愈烈，最后不得不对翟天临进行调查，结果发现他的博士论文是抄袭的。一夕之间学霸人设崩塌，翟天临学术造假实锤，博士学位被撤销，关于他的黑料层层跌出，直到现在他都是翻车的典型。接下来这位也是学霸，不过他翻车的方式多少有点特别，直接把心思动到了公益上，他就是公益大使江一燕女士。8年支教，热心公益。然而所谓的连续支教8年，不过是每年去2个星期，一次通稿发100遍。你能想象吗？他去山区支教，在泥泞的小路上行走，鞋子却一尘不染。他甚至都不愿意牵住自己身旁孩子有点脏的手，只是抓住他们的手腕。他给山区的孩子们上课，可是第1堂课竟然是单反拍照的课程。对山区的孩子来说，见都没见过的相机，更别说什么使用单反拍照了。这简直是加深他们的痛苦和无望。而公益大使还有另外一个身份，就是建筑大师。
2019年，江一燕在微博高调官宣自己获得了美国的建筑师大奖，更骄傲地称这是自己第一次参与设计，这让很多不懂行的粉丝悠然生出敬佩之情。可是他还沉浸在虚荣心带来的满足感时，各建筑业的同行质疑就把他拉回了现实。人们这才知道，获奖作品的真正设计师其实是一位德国的设计师，而江一燕只是作为甲方，如业主一般发表自己的装修要求一样，没想到却莫名其妙的去领奖了。就算后来在社交平台上澄清，却对此事只字不提，而是疯狂卖指甲的人设，果然好手段。唯有不老男神林志颖可以与之一战。曾经网上有一份林志颖简历爆火，在这份简历里，他是天生神童，是打工皇帝，是救火专家，是赛车天才，是建大使，是华人之光，太多头衔，简直不转愧作中国人。同时他的梦想有很多，比如做赛车手，做科学家，做数码发烧友，做功夫明星，做完美情人，做超级奶爸，他全都做到了，只不过是在 P 图里。该梦想家的事迹说句全网都知道不过分吧，然而吹得越稳，打脸越狠。现在提到林志颖，人们心中的第一反应是什么？当然是装逼成瘾。作为最早一批进入微博的明星之一，林志颖言论翻车也不是一次两次了，从简历到身家、赛车、爱情，均遭网友扒皮打脸，令他深陷造假门的漩涡无法自拔。实力可参考一台往期视频。当然了，炫图什么的都不算什么，最值得一提的还是他的不老神药。被网友誉为不老男神的他，突然发现了财富密码，请了一个顶级科研团队来研究自己不老的秘密，由此研发了一款能让人逆生长的产品。他本人还亲力代言，卖了接近400万。2个月后，有官媒出面发文扒皮他涉嫌虚假营销，并发现售价1080元的饮品实际成本仅为每瓶4元。如此割粉丝的韭菜实在太不地道。不过他开始懂得宣传的年代也是源远流长了。在那个网络不是很发达的年代，林志颖曾有份流传颇广的简历，据传是让奥巴马看了都震惊的传奇人生，一度被疯传，其中有不少是假的，比如说泰国驸马这个桃色新闻。这些年他一直努力不懈地在吹牛路上狂奔，但装逼如风，他也免不了栽跟头。2013年，为了庆祝自己微博粉丝量破2000万，发了一张光头照做福利，结果被原图作者告了。2017年，林志颖被判赔偿34万，公开向当事人道歉。出道以来，林志颖一直吃着帅气、年轻、冻龄的外貌红利，他也安于这个人设，没试图打破身上的标签。可没有脑袋的偶像，在现实面前都是见光死。就像之前因为碰瓷日本核废水处理问题被全网嘲的任豪。看来艺人想要真正能走自己的路，还得需要不断提升自己的素养和与时俱进的能力。接下来这位则是栽在了说大话上。作为嘴强王者，周立波通过不懈努力，真正做到了立波有难八方点赞，不容易啊，不容易。当然他还说了不的，结果你们懂的。同款打脸的还有柯震东，吴亦凡这个也得提一嘴，前脚刚说不会坐牢，后脚精进了角色，至今没有结果，伤心往事不提也罢。还是聊点轻松的，王珞丹退圈乌龙，8季冲浪选手都有所耳闻，他想翻红的小心思已经隐藏不住了。而当初王珞丹为了翻红，其实真的用了不少方法。明星想要走红，当然就是要博头条。当年机场街拍文化盛行，王珞丹就做出过不少让人匪夷所思的行动，比如背着一个手风琴在机场溜达，给媒体拍照，还没有包着琴盒。而很快就被网友爆料，王珞丹刚出来时只背着一个小包，一到外面立刻换成手风琴。虽然很尴尬，不过这事儿倒让他小火了一下。除了手风琴，王珞丹还在机场背过吉他，文艺人设立得飞起。除了文艺人设，他还立过运动人设，在机场滑滑板，结果滑着滑着差点摔倒，众目睽睽之下打脸也是没谁了。而另一位何洁也曾经在机场摆拍过，一边穿得很时髦，一边拿着书，好像很认真的在看着，其实是在凹造型。仔细看一下就会发现，何洁这本书是拿反了，也不知道他是在搞笑，还是真的就这么尴尬的呢？虽然很多明星都装逼失败了，但还是有很多明星前赴后继的在这条路上奔走，像是在机场遛狗的马苏，说大话打脸的小钢炮。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娱乐圈的明星们开始喜欢贩卖人设，从吃货人设到老公人设，再到纯洁人设，明星们用心的戴着面具经营着这些设定角色，有效果就加强人设，没效果就换种人设，因而也就有了前言不搭后语的漏洞。
不顾事实，所谓的辟谣澄清，无非就是为了匹配自身经营的形象，尽量减少损失，真完美诠释了什么叫死鸭子嘴硬，不撞南墙不回头。人生处处是装逼，大家有什么其他明星装逼失败的例子，也可以在留言分享交流哦。你还想看哪些有趣合集？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告诉一太哦。好啦，今天的视频呢就分享到这里啦。如果喜欢四姨太的视频，就请多多订阅和关注，四姨太每天都会更新精彩的资讯哦。